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港湾 TV。今天是8月31号，8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时间也过得太快啊！好，他们已经入场啊。8月BC 省的新冠疫情的最新新闻通报。按照惯例，他们都是自我介绍。他是卫生厅厅长 Andrew Dix， 然后 Bonnie Henry 是我们的首席医官。明天是明天和3点，明天和后天都是3点钟左右发书面。with case counts and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with respect to COVID-19. On Thursday in Vancouver, 在温哥华 Dr. Henry and I will be 他们2个还是2个会像今天这样，但是今天是在维多利亚。包括礼拜4还有一些模型分析，请大家注意收看。From Dr. Henry, so you can expect that on Thursday. And with that, it's my honor to introduce Dr. Bonnie Henry. 好，请 Dr. Bonnie Henry。今天是按照惯例分3个阶段啊。Good afternoon. 大家好， I'd like to start by recognizing that today is International Overdose Awareness Day. 今天是这个国际的这个认知日，就是 overdose 过量的这个认知日啊。他说今天是这个提醒大家一下。And across the country. 今年因为这个新冠疫情之后，这个美国和加拿大，包括 BC 省这个方面的问题特别突出。Today we are reporting as well on the COVID-19 for 3 reporting periods. From Friday to Saturday, we had 86 new cases diagnosed. From Saturday to Sunday, 107 new cases. And from Sunday to today, 101 new cases. Bringing our total to 294 new people diagnosed with COVID-19, including 3 epidemiologic cases over the last weekend. That brings our total here in British Columbia to 5,790 people. That includes 1,900 people in the Vancouver Coastal Health Region, 3,042 people in the Fraser Health Region, 175 people in the Vancouver Island Health Region, 440 people in the Interior Health Region, and 154 people in Northern Health Region. 79 of our cases have been people who reside outside Canada. We currently have just over 1,107 active cases in the province in all of our health authorities, of whom we have 28 people now in hospital, 10 of whom are in critical care. In the past weekend, we have had 4 COVID-19, 3 of whom were residents of long-term care. 3个是长期护理的居民。 Condolences go out to 我们的诚 the 挚的哀悼给这些失去亲人和朋友的人。 We have 2,723 people now under active public health monitoring. 2300多个啊，都是在这个自我隔离当中。 To 4,406 people who have recovered from COVID-19. 4406个全部痊愈了。 We have 1 new healthcare outbreak. 有一个新的长期护理院爆发，在我们的菲沙卫生局下面是一个单独的，是一个工作人员已经被确诊阳性了。那么现在有2个已经是宣布疫情结束。 Which was, as we know, a very challenging outbreak, and we are all very relieved that this has been brought under control. There are 10 active outbreaks in our health system. 所以现在总共已是10个记录在案的，其中8个长期护理院，2个急诊进诊疗所的这个医院还是在这个那个爆发当中，没有新增的社区爆发情况。 For the Presbyterian region, that 我们现在在 BC CDC 网站也有各种各样的警告，请大家可以去看。 So anyone who attended events, gatherings, 那么已经有2个地方是在这个有举过办活动的，那么大家都去关注一下。如果自己有这个症状或者是去过的，请自我
自我隔离、自我监测。Kelowna area cluster that started after the long weekend in July. 那么7月份查周末的科罗纳州的这个情况呢，科罗纳市的我们已经慢慢的已经开始没有新增的案例出来了，所以我们宣布那边的疫情结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岛上的这个名字我一下子发不出来，也是全部宣布结束疫情因为这个表示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积极的布防以及控制方面取得了有效的成果，所以也是我们积极应对的一个情况。 So as we are looking now to the fall, tomorrow is the 1st of September. We are entering a 那么明天呢就是9月1号了，这个是我们新的一个BC 省的应对这个疫情的新的阶段。那么大家看到了每天的新增，过去几个礼拜这么多，所以我们必须每个人自己做好自己的应做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保持我们社区的低水平的新增案例我们能够这样使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积极的管理这个新增疫情，所以我们也要为大家、为朋友、为家庭考虑我们是希望，如果你要旅游的话，就在省内各个地方旅游。那么必须减缓我们的步伐，我们一定要减少我们的社交活动。我们的流感季节马上就要来了，这个是呼吸道疾病的季节来了。我们会看到这个新增的案例的这个曲线会上去。我们过去已经看到了这个曲线被拉平，我们做得到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还是能够继续做到。希望大家能够往后走一步，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安全的度过。那么现在开始天气开始冷了，我们已经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已经开始来了因为各种各样病毒来了，伴随着新冠病毒，所以我们一定要准备好如果我们要回到公司、回到学校，我们一定要往回走一步，不要再积极进取了那么所谓准备好，也就是说意思就是我们做好任何的一个动作，不要能够可控不要就是说多一个这个保护层不要使得像过去往常一样正常的活动我们一定每个人要有一个安全的计划希望我们勤洗手聚集的人群少一点这个聚集的空间更加安全一点，人少一点。Particularly when we're around people that we don't know. 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我们周边如果有不认识的人，我们一定要注意避免的脸对脸的接触。这个一定是注意。如果你生病的话，一定要永远在家里边。请记住，你家里边还有年长的人，一定要为他们保持注意希望大家尽量避免走出去，尽量避免接触人群。那么希望大家不要在这个就像举办 party 也那么基本上是10个、15个就够了，不要再太多这个人群聚集的话，我们尽量避免的是在这个室内。那么因为天气现在在变化，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也要使得我们的访客能够减少一点，能够给他们更多的限制一些。这样的话呢比如说一个桌面就有6个人，这个餐厅里边这个是举个例子。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限制措施，包括了短期租赁的房屋的行为指南我们这个全省都发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确保能够继续做正确的事，我们能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为我们的社区带来安全的措施，做一些安全的举动我们能够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边要这么做，因为马上进入秋天了。那么如果你生病就待在家里，如果你有各种各样的症状就待在家里那么现在很困难，就是说你生病了到底是这个过敏呢，还是感冒呢，还是新冠疫情？所以就是第一步就是待在家里，不要再走了
这个对大家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挑战的。那么不要再到酒吧里去了，就待在家里边那个不要希望能够给大家带病毒的风险就会降低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我们不希望看到有个超级英雄存在在这里边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远离那么包括了如果你不舒服了，可以请大家帮忙那么可以告诉大家包括雇主包括这个孩子的这个看管的人等等，都要让他们知情这个现在是正好需要我们继续的能够相互支持能够继续的保持过去你所做的努力这个正好是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所以呢，不要大家再回到过去那样，大家那个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病情的往上走的趋势。那么伴随着这个流感季节的到来那么5月份的那种爆发的这种情况，我们希望不要再来。那么我们希望看到大家能够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边能够做得很好的措施，5月份、6月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这个去做这些事情包括长期护理院能够这个包括冬天要到了我们希望因为更加密闭的空间这个对大家来说更加挑战。那么所以大家需要有新的常态、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这个行为准则，能够多一层保护使我们的 BC 省能够清洁更加干净，能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保持能够我们这个持续的遵守这个卫生规范。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每天的新增的案例呢就会降低。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相互支持，也支持我们的这个公卫人员能够我们还有几个月，我们可能还有1年这个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看到这个成果，因为这个病毒始终在我们身边，可能时刻的有爆发的风险，所以希望大家为大家保持安全我们希望9月份开始，从这个相互认识这个重要性开始，希望我能够保持我们的社区继续安全，保护我们的长者、年老的，保护我们的家庭。每一天每一滴都能够做到这些那么这样的话，还是著名的3句话being kind, being calm, being safe 这个我刚才解释过。那么卫生厅长又重复一下。Thank you very much, Dr. Henry. 谢谢德尼医生。Acknowledging that on behalf of the Premier,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I think on behalf of all people in BC, the 4 people who passed away from 那么也是代表省长、代表总督对过去这个周末4个失去亲人的家庭和朋友表示诚挚的哀悼我们的心一直跟你在一起他没说，我先说了那么也是说到了这个一定是大家一定要清楚相互理解这个在这个长期护理院的人特别的困难那么包括了人员聚集，那么这个呢也是人员聚集不可避免的带来了病毒的传播。这个呢也是看到了这个对失去生命的挑战。那么我们还要注意到就是食物过量的问题。这个过去几个月里边已经由于这个病毒不是由于这个因素死亡的有421个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认识到这个困难，我们一定要减少这些方面的数字全方位的保护大家的安全。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这个失去生命这个。那么大家看到了过去3天里边有新增了294个by public health, 那么这也看到了461 tests that were conducted over these 3 days. 那么这个3天里边，我们的公卫系统人员完成了13000多例平均一天有4000多例的检测。723 contacts. 那么还有2700多个人在被我们的公卫系统的人员在积极的联系、跟踪、监测他们这个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辛勤的努力。他们一定要
接触、密切接触、跟踪他们，希望大家呢也是安全的待在家里，尊重他们的劳动。那么他说，在这个现在有28个人在住院，这个也是说到了。Outbreaks in New Westminster, and that's 22 people in the Fraser Health Authority. 那么他也是说到了这个28个里边有多少个22个在飞沙等等啊。One person who resides outside of Canada, but who is being cared for in Vancouver Coastal Health. Every Monday we provide an update on PPE, and so we wanted to do that today. 那么今天呢，也是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PPE 的我们省的这个个人防护服的准备情况。那么我觉得这个数字报告大家也没有什么意义可能是这些记者们的关心的问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去质询质问这个他们官员所做的事情。那么不是所有的网友是刚刚一开始就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我再把过去3天新增的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在周五到周六的周五到周六的24小时新增了86例，好像还稍微松一口气。结果周六到周日是107例，周日到周一101例，这3天就是294例。我记得在周五的时候是书面的，是124例，相当吓人，创纪录了。所以这个现在累计的是5790，新增是这个不是新增，累计到现在 BC 省5790例确诊阳性案例，其中这个沿岸卫生局是1900例，这个飞沙卫生局是3042例。岛上卫生局是175例，内部卫生局是440例，北部卫生局是154例。那么跟旅行相关的是79例。这个现在的活跃案例是1107例，其中28例住院。大家看到了吗？10个在重症监护，新增4例死亡。那么4406例痊愈。那么刚才说到了，也是新增了500个就是从事于公卫系统工作人员，从事于这个跟踪接触比如说这个人已经获得了阳性案例，他写了一些他接触过的人，他到哪里去过的，那么他们这个新增加的500个人呢，就会去做这些事情去积极的联系某某某，你这个礼拜几去过了，请注意不要出去了，待在家里，然后呢天天就打电话。你在家里吗？就是这样。那么他也是说到了，这个从一开始开始，这个病毒一直在我们在你都看到了昨天和前天都是每天100多例的新增阳性案例这个我们的每一个社区都有了。我们这个过去2个月 BC 省里边都已经显示了现在这个快速的上升的趋势不管是在我们的长期护理也好，这个我们的家里边也好这个当然了 ，Corona 已经这个已经宣布了结束了。他说这个但是短期里边那么包括内陆呢，他说也有一些社区里边也有2例3例都是慢慢分布到下面。这个都是我们很多没有遵守卫生规条我们没有完全遵照我们所做的这些技术，我们的卫生技术，我们的安全技术，你们没有完全去遵守，所以导致了那么今天秋天呢又马上就要来临了我们知道这个对大家来讲是更加困难的去因为这个病毒会伪装得很好，很多的病毒很多的病的症状和这个新冠疫情的病毒症状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是更加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包括了短期的Airbnb短期租赁的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严格遵守这些行为规范。
than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one could have as visitors in that home safely 那么他说了，就是比如说，他说我举个例子哈，有一个公寓850尺的房子啊，还要去接待很多来访的人等等，这个都是危险风险啊。那么这个周末又是长周末，是劳工节啊，那么希望大家能够事先都计划好做个好的计划这个希望大家能够100%的能够还是持续的下定自己的决心，遵守自己的承诺啊，这个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行动来阻止病毒的传播啊，希望能够今年的夏天，今年的这个劳工节过得更有纪念意义。那么这个是他又说了这个法语。那么我再多啰嗦两句。上星期五是书面通知，我一看到周四到周五过去的24小时里边，居然有124例新增，吓了一跳，一定是创历史记录。那么现在呢是这个周五到周六呢是86例，周六到周日是107例，周日到周一是101例，这个真的是可怕。上个礼拜我还记得有68例啊，好像略微下来一点啊。上个礼拜四啊，上个礼拜一呢汇报周期是109、81、79，对吧？然后是68。4例，然后呢？前个星期就是 Bonnie Henry 去休假，另外一个医生来的时候呢是星期一是78，对吧？星期一汇报的时候是说100例、88例、48例啊，大家还松一口气。到了周四呢说是81例，好了。到了上星期一，109例、81例、79例啊，好像还松一口气啊。那么到了礼拜四呢是68，哪想到了礼拜五124，厉害。然后礼拜五到礼拜六86例，礼拜六到礼拜天107例啊，礼拜到礼拜一是101例。那么现在又是记者提问时间。You are limited to one question and one follow-up only. Please also take your phones off mute. You will not be audible until your name is called. First question is from Shannon Patterson, CTV. Oh, hi, Dr. Henry. BC teachers say the new commercial where you appeared in a classroom was false advertising. It was misleading because it only showed 6 students and they were in physically distanced desks. Do you think teachers have a legitimate argument that commercial simply isn't reflective of what the classroom environment will actually look like in September under the current plan? BC 省的教师联会呢做了一个错误的广告是误导人家那么请你澄清一下，就是一个教室里面只有6个人。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about the things that they can expect. 他说我们已经跟很多的教师联合会包括很多各方面都联系过，都一直在交流。我也期望更多的这个新年里边有更多的新的卫生措施出来，还有更多的新的对话。我已经收到了很多的问题。To children about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will be new and different, and 那么对孩子们来讲，这些有些是新的措施，对他们来讲是新的。To represent, we recognize that every classroom around the province looks different. 那么因为每个教室都不一样，所以整个省的每个教室的分布设定可能都会不一样。That I was having with children. 所以因为孩子们的年龄不一样，设定也都不一样。Some of the anxie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我也知道大家都有焦虑，都有这个挑战的困难在，特别是家长们有顾虑对他们来讲面临挑战马上就要开学了。那么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决定，是要戴口罩还是不戴口罩。Some of them put them on and off at times when they needed to wear them. So this again reflects what we are going to be 这个都是灵活的。他说我们都会看到在学校里边，在教室里边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这个是都灵活措施那么也是就是说孩子们是自己去决定，整天都戴还是一会儿戴一会儿不戴。Try to reduce overall community transmission in the hopes of reducing risk at schools. Like for example, maybe greater restrictions on indoor venues where people gather, like bars and nightclubs.
那么他说了，既然你这个夜总会啊都有这个限制，那么学校也是室内的也要有一个限制措施。他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室内的这个传播的方式，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的所在那么我们现在包括社区里边的很多的这个发生的案例，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不可能总会一直在修改命令那么我们也是知道了，在接下来呢，又是秋天到了那么这个也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往回走一步are successfully opened again.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社区里边看到学校能够顺顺利利的开学那么现在的情况来讲，还是我们表明我们现在是社区是低传播率这个不是说就表明了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不是存在这个问题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很挑战的都很困难的。我认为现在这个全球流行病我们也在学到了很多汲取了经验教训，我们也需要改变，我们说每个人都往回走一步往回看一看所以大家看到了，在过去几个月里边，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我们都能够做到。这个是因为是我们共同努力这个所以接下来的几个月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能够回到过去几个月的状态再往前走。这个他说回到几个月之前，就是说这个努力，这个限制措施，这个措施等等这个接下来用这个限制措施，过去几个月的限制措施往前走。Dr. Henry, is there a number of daily cases that will make you concerned about the back-to-school plan? There's numbers of daily cases make me concerned about lots of things. 他说你是不是对每天新增的数字都感到焦虑呢？他说我感到关心的是很多事情。我看到了现在呢看到的是就是跟社区相关的数字是不是上升 So there's no one specific number. It's a different circumstance in every community. 因为他说每一个数字都会不一样，不是说具体的这个 very low or no transmission. 现在是还是说社区的传播还是很低水平所以如果我们做的正确的事情的话，我们整个全省的社区传播就会很低这个所以开学的这个计划包括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如果安全措施都到位的话那么肯定是没问题这个问题会很少，那么这个传说的机会就很少那么病毒的传播的机会就会减低，那么我们的这个所以我们是关心的是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还是会关注公共卫生的事情。Richard, do you have a follow-up? I do. 大家关心的还是开学的问题。 statement about the ad that you were asked about by Shannon, and part of it says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the room was limited for health and safety reasons, and the children are placed at safe distances from each other. 那么他说孩子们的一个教室里边的人员的限制，第二个呢，孩子们的社交距离根本很难控制，他们的安全距离。 kids closer together. What do you 那么 say 家长们也是 to 顾 that 虑这个。 comment specifically? And so there's a couple of things. 那么他说这个里边有很多事情要回答Dixon 也可以回答，就是安全厅长、卫生厅长。day-to-day basis for schools. 那么我们让学校呢每天这个每天有一个最基础的做总结。 controlled environment, and we know it'll be the same children every day. 那么所以呢，就是在同一个环境里边，就是相同的孩子们在一起这个每个小组会人员很少。那么老师们呢，跟他们的互动呢，也会是很有限的包括这个安全距离等等。So it is a different scenario. 这个是不同的场景大家这个因为这个学校不一样，设置也会不一样这个那么这个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可能也会不一样，会调整这个是都会不一样。那么请卫生厅长可以介绍。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this
communication, this ad is a public health ad, and its intention is 那 to 么 deliver 他 a 也是 public 说到 health 了，这个是 message. 很重要的， What people 这个 can 刚才 expect 说的教师联合 when 工 they 会的 return 这 to 个广 school, 告的问题啊， what 这个 children can 这 expect, 个 what 面 teenagers 这 can 个信息 expect, 所带 what 来的 parents 信 can 息。 expect. And so the messages were very similar to messages has been delivered in public health ads throughout our time here that we're going to need. 他说，不管是谁发布的这个信息，这个信息，这个口号的信息都是一样的，都很相似的，就是大家要注意安全。 So the effort here is not to engage in what is, let's face it, a robust debate about the back-to-school plan, but for the public health officer to deliver a public health message to people in the province who may not have heard us here at 3 o'clock, but would need to hear that message because school will look different this year. We all know that. 那么大家都是，他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每个学校现在开学和过去都会不一样，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啊，这个而且都会有焦虑啊，都会有这个不一样的开门的方式啊，这个就是因为新冠疫情来了之后，这个完全会不一样，包括学校的孩子啊、老师啊、家长们啊，都会不一样的期待啊，所以但是所有的信息 都一样的，就是生病的就待在家里，不舒服的就待在家里，要经常洗手所以对孩子们来讲，学校的环境安全也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也是公共卫生的一个大家也都在争论这些事情啊，但是这些措施都会做到，就是这个是最基本的。 It's an effort, it's a conversation, and wa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provincial health officer and children. And in that sense, I think it's useful. I think the broader debate, 所以他也是说到了这个教师工会和我们卫生局之间的交流是很重要的。那么希望也是能够期待的更多的交流大家的意见都能够听见，也希望我们的公卫系统的给大家的讯息都能遵守。 Thank you both for taking my question. We have gotten to a point now where 4 more people died over the weekend. We've seen more people hospitalized because of this virus. Is this the second wave with nearly 300 cases recorded over the weekend? 因为过去3天里边有300例了。 What is the second wave? I think we are 看看波尼医生是不是同意这个第二波。 Work that of everybody in British Columbia, our first wave was quite low. 他说我们第一波很低水平很低 and rightly so. 那么这个是大家习惯看到了所以我们不希望再看到往上走，但是我们是希望看到的是我们不同的措施已经落实，但是这个所以我们不希望能够击垮我们的医疗资源，所以我们这个方面控制得比较好。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数字新增的数字是增长，但是大家没有看到很多人的去举报医院没有看到更多的人在这个重症监护，我们都没看到这些现象，所以我们也都是在很仔细的观察这些是不是这个第二波，或者是说第二个反弹我们会有一个模型的分析是不是现在是还是在我们的可控范围之内，在这个是没有偏离轨道。 那么夏天已经要结束了明天又是9月份的第一天这个肯定的一切的糟糕的乱糟糟的就都要来了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几个月里边都会发生这些事，希望大家都能准备好。 Do you have a follow-up, Marcella? Yes, just regarding the PPE question, this might be something Minister Dix could talk to. You're often saying that stuff needs to be tested before it gets used. So could you give us any kind of indication 那么 of 他也是 how 说 much 到 of 了 the 你 product 卫生 that 厅 is 长 being 说 tested 每 is 次说 actually 要测试 usable? 测试这些个人防护服等等，每次都在做测试，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一个overwhelmingly so. The reason I make that point every 所以我也说了，记者就应该问这些问题你政府官员每次都说
有多少都在测试。我也是纳闷，你都有那么多测试，不是说都是新增的这个供应商来了测试，难道每次都要测试吗？他说我们在积极的寻找来源在加拿大境内。不仅仅在加拿大境内，还有在这个加拿大境外也要找我们的这个因为他说这个需求量很大，这个供应量这个来源很紧张，货源很紧张，所以他说我也很自豪我们的队伍整个这个卫生系统的队伍能够在这个参与这些工作付出了额外的努力，能够使得我们能够成功的购买这些个人防护服，我们现在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库存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不管是怎么称呼去应对接下来的复杂的情况所以我们还会每周的会增加我们的购买量这个是不单单保护我们的公卫系统的人员。那么他也是说到了，我们看到了每天有新增的这个数字。In detail on Thursday with more information for all of you. But just to put this in context, and we are immensely affected every time anybody passes away from COVID-19, immensely so. 那么他也是说到了，他说礼拜四还会给大家更新这个择期开放的恢复的情况。那么这个是礼拜四，但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那么不管怎么样，但是只要是对这个失去生命，我们都会怀着巨大沉痛的心情。那么又说到了隔壁的隔壁的阿省和沃辛顿省都是死亡很多人，几十个人，41个人那么等等，那么意思就是我们 BC 省做的还是很好的。To ensure that those who are most vulnerable from COVID-19 are protected, while continuing to take our efforts as a society. 那么他也是说到了，我们主要是保护社区，保护我们的这个 vulnerable 就是这个易受攻击的这些弱势群体。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是长者和基础病的这个老年人等等149 on April the 5th. Or 10 people in critical care as compared to 72 on April the 5th. This is different, but it requires us. 那么他说了，这个现在的这个住院情况和4月份、5月份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的住院的人数很多，现在才28个、10个在重症监护。那么，所以他说，我们整个7月份开始又恢复了这个长老的这个老年人的探访等等，这个都是我们的点点滴滴的努力所积累起来的这些措施，不然的话，连这些措施都不能做那么，所以说到了。Next question is from Tanya Fletcher, CBC. 希望大家还是要100%的去完成自己的所做的事情不要放松一半就等于50%的努力等于全国进去。I think people are wondering what that means tangibly. For example, you said, or maybe it was Minister Dix who said, you shouldn't have parties of, say, 10 to 15 people if you're in a small apartment. But aren't people's personal bubbles still only supposed to be 6 people? So do you think is there some confusion as we try to redirect our course around, how many people we're supposed to be with at the very 那么这位女记者问的就是你一会儿说是15个聚集，一会儿说10个，一会儿又说6个我有点搞糊涂了，一会儿说是人员聚集不要超过50个So how we have contacts in the community is really important. 那么他也是说到了，我们社区接触的方式是最重要的。So when we have to 那么他说，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要开学，我们要取得平衡。For every person that we come in contact with, every additional person, it grows up in a logarithmic fashion. So if it's just 1 and 1 that I have contact with, my chances of coming into contact with it are just 1. But if I have 那么他说人员的接触都是呈指数上去的。那么如果你是1和1接触的，那么就是1乘1。那如果你1乘2，那么一个人接触2个人的话，那么这个情况复杂度就会呈指数上去。But we found that when we had people getting together in environments where we're close face to face, 他说我们发觉就是
是如果人员聚集在室内大家又谈谈笑笑或者是在庆祝什么这个环境的话这个病毒的传播会很快包括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葬礼婚礼这些重要的这个场所，我们都看到了这个病毒传播的情况，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个人都能够取得平衡我们的这个行为指南其实很简单，大家都能够遵守包括的社区的聚集的这个行为指南这个50呢是一个指标希望大家能够人群接触越少越好那么如果你是在一个小房子里边，那你要想象清楚，你除了你自己以外，你还有家庭近距离接触的人以外，那么你还有large groups, and that we shouldn't be having large groups. 那么你在小房子里边，你还要大规模的人员聚集的话，这个肯定不现实。That 2 is too many. It may mean that 6 is too many. 对6个人可能也是多了我是觉得这个是对的。所以这个女记者问的可能不是对，就50，她说是一个 benchmark， 这个我理解了，对吧？她说你小房子也是50个吗？所以不现实的，所以人群越说越好。她说你小房子的话，6个可能也会多了因为你自己家里成员有5-6个了，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So look to that. We are looking at restaurants and 所以说我们也看到餐厅其他一个桌面只有6个人包括酒吧里边的桌子那么还有桌子和桌子之间有空间那么还有我们的职员是如何去招待顾客等等。And we need to be even less than that 我们希望能够再少一点 if we have people in our family who might be more vulnerable. 如果你家里边有老年人有易弱势群体，那你自己更加少一点就不要去了，夜总会不要去了那么如果家里边还有人住院的或者生病的或者还有家里边有小孩要去读书的上学的，对吧？我们都需要这样做，不要再出去了。大家意识到这一点，你一定要意识到这个风险的增加包括孩子们也是放学之后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等等也可能希望减少一些包括了周末希望大家能够个人做出牺牲，就是个人的做出牺牲。Release a joint statement this afternoon with the latest information on cases, hospitalizations, and outbreaks, which you can find at news.gov.bc.ca for medical guidance on protecting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and for access to provincial guidance on COVID-19. Visit bccdc.ca. And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vince's pandemic supports, visit gov.bc.ca/COVID-19. Tanya, do you have a follow-up? Yes, please. Thank you. And if we could get an answer in French from Minister Dix as well, that would be great. Dr. Henry, going back to your answer just now, I mean, your overall message, how does that jive with the return to school? And, doesn't that, the reasoning behind it almost fly in the face of, keep your contacts in your circle smaller, yet many people's bubbles are going to grow with going back to school, and specifically you touched on it with organized sports. We just saw those guidelines come out and 那么他也是说到了孩子们回去了之后社交的这个bubble会越来越大那么他说这里边呢又有2个设定了 Those are hugging our kids, 包括孩子们的拥抱等等the people who live in 他们会近距离包括跟祖父母兄弟姐妹这个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落实措施了，对吧？这个是观念不一样，概念不一样这个是可控的。那么包括这个业界、工业界，包括这个工作场所包括建筑业等等或者是这个零售店这些卫生措施，学校也是这样他们都有卫生措施落实到位了，他们都一样，和这些刚才所说的场所都一样。And those are the ones that we now need to rethink as we're going back into, more people are going back into their workplaces. They need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reducing 所以这也是像这样的那个工作场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回来上班了大家是不是也要拥抱这个嘻嘻闹闹这些环境下
need to have in that social environment. And it is a trade-off. It's a trade-off because it is so important for us to ensure that our work, our essential services continue to be done, that our healthcare continues, that our children are in school and learning and in a learning environment that's safe. So it is a trade-off, and it's a different type of environment. 他说，因为环境不一样， and we need to do them both 这个设定也不一样，所以这个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可控。也就是说，不是一概而论，也就是大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啊。你比如说你社交圈多啊，那么他因为这个记者问的是孩子们现在不是回学校了吗？那么你提到的这个每个人的 bubble 不是越来越社交的 bubble 会越来越大吗？那么他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啊。我也反正不理解这个，我估计这个女记者根本也是一头雾水。反正这个公卫系统可能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是看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的官员他们对开学的这个计划是没有回头路了，已经在走了。那么今天呢，素里的卫生局、素里教育局有一个通知，所以说中学的8年级和9年级可以家长填表格申请部分科目可以回去，就是在家里边上，但是不是所有的，这是规定。那么部分的科目呢，可能不是基础的比如说这个数学、英文和 science 等等，这个是不可以在 online 学的。那么其他的可能在申请上学，可能是这样。我没有仔细读，或者是我理解反一反，或者是说这些科目可以网上学，还是怎么样？那么这个呢，是请大家在素里教育局下的家长可以上这个素里学校教育学校校区的这个网站，有一个表格，8年级、9年级的家长请注意。真的是没有啦！这个今天是太早了，比平时早了10分钟。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突然之间这个可能是怕记者问的问题比较多一点。我再把刚才数字再讲一下，在过去的3天里边，礼拜5到礼拜6是86个，礼拜6到礼拜天是107个，那么礼拜天到礼拜1是101个，总数是294个，累计到现在是5790个，其中沿岸卫生局是1900个，飞沙卫生局是3042个，北部岛上卫生局是175个，内陆卫生局是440个，内陆卫生局是154个，北部是154个那么跟旅行相关的也是境外获得的是79个。那么现在活跃的案子是1107例，其中呢28例住院的里边有10个是在重症监护。很遗憾，在过去的3天里边有4例死亡。那么现在的治愈的总数呢是4406个，还有2700多个现在在自我隔离，并且至于被我们的公卫系统工作人员监督当中。那么我刚才说到一半，也就是说素里的家长，特别是8年级和9年级的家长，可以上素里的学校的素里教育局的网站去看，有一个公告，也就是有一张公告是对8年级、9年级的一个家长的公告。那么可以呢去选择有些科目在第1学期和第2学期，有些科目是可以选择在家学习。这个是因为我们还没仔细读可能是这个具体的呢没有了解，因为还没有具体的公布但是呢在9月4号之前要把这个表格交到这个教育局上要填上家长的姓名、孩子的姓名以及孩子的这个生日。那么这个是素里的教育局，素里的家长请注意了。其他的教育局我相信也会有陆续的出台请大家各位家长注意。那么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个新冠疫情的 BC 省新闻简报呢，直播就到这儿，只能是本星期四。本星期四呢还会有一个简单的模型分析，那么到时候呢请大家再注意收看。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